最强会长黑神原作是咋完结的呢？这个可太经典了，也太难讲了。首先，该作其实是由西尾维新老师负责故事编写，由小月明老师负责作画，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在周刊少年 Jump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西尾维新老师我在之前的物语系列视频里面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总之记住，他是一个人形打字机就对了。而小月明老师其实是画驱魔少年的作者星野贵老师的徒弟，同时还是草莓100%的作者河下水希老师的徒孙，可以说作者阵容相当的豪华。你就看黑神这个作品连载的时间段有多少怪物级别的作品还在连载你就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扛4年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而我们2012年看到的这作品的2季 TV 动画版实际只翻拍了漫画的前55话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然而其作品一共出了192话的内容，发行了22卷单行本，也就是说动画之后的剧情还有很多的内容。为了不给各位讲睡着了，所以我尽量以我的理解总结了一个主线剧情的概要，方便大家能快速的了解原作的内容。总结不易，还望各位点击屏幕给个3连支持一下，谢谢各位大佬。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设定，在这个作品的世界观里拥有3类人，分别是啥特殊能力都没有的普通人，有比一般人要强的体魄和能力的特殊人类，以及天生就拥有超能力和后天各种机遇发现可以通过情绪外力引发超能力的异常人。而在动画的剧情最后，男女主等学生会成员打败了一个叫都城王土的异常人，暂时阻止了学校理事长秘密研究超能力者的玻璃瓶计划。但动画最后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用螺丝钉把众配角全给打趴了。而演到这正好对应到了漫画的第7卷的第56话的剧情。而这个新出现的角色叫球磨川希，我简称为欺诈师。欺诈师曾也是男女主的初中同学，但他却拥有超强的过负荷能力欺诈师的这个能力是可以把虚构的谎言变成现实。他不仅可以把粗大的钉子打到人的体内，同时欺诈师还拥有超强的治愈能力。而这位欺诈师嘴上总是真假话参半的说话，正是这恶劣的性格，欺诈师教的男女主曾上的初中直接倒闭了。而欺诈师正是学校理事长认为玻璃瓶计划失败以后选择的 B 计划。理事长想引进负能量爆棚的过负荷超能力者，组建负13班来对付男女主，以便研究出新人类，实现人人平等的伟大理想。但欺诈师理解为人人平等，只要把所有的精英都给打死了，笨蛋们不就人人平等了吗？所以这个危险的人物一来，引得学校里面的超能力者和主角团人人自危。好在这个时候跟男主同姓的一个妹子转学来到了男主的班级对，没错，这个妹子就是男主的亲妈，40多岁的那种，转学成了男主的同学就问你6不6。而男主的亲妈曾经就是照顾和研究过这个欺诈师的医师之一，现如今他转学到这里，目的就是帮男主他们对抗欺诈师。而在负13班还没有全员到齐前，欺诈师先派了一个比较好操控的妹子来找男主他们试试水。这个妹子是一个双手能够放出腐蚀能力的超能力者，而且还是一个病娇。不过因为男主放学途中为了躲避老妈的啰嗦，不认识腐蚀妹子的男主顺手路过，就带着腐蚀妹子一起逃跑，导致这个腐蚀妹子被男主的温柔给感动到非男主不嫁不可。看看这一版面的爱的宣言，你就知道西尾维新不愧是把字幕组、汉化组、翻译组3大组织全给玩疯过的大师，太绝了。不过最后这个腐蚀妹子还是被欺诈师所服，并没有加入到男主的阵营。而欺诈师的目标就是搅得主角团鸡犬不宁，甚至欺诈师拉拢了之前男主身边的那个理事长孙女，成为了自己的伙伴。通过这一层关系，欺诈师找到了校规的漏洞，利用公投的方式要公开罢免学生会成员，并在学生大会期间表示欺诈师他自己要重组学生会。而他想要编写的新校规是不许用手吃饭，不许双腿走路，以及学生不许穿衣服上学。这个好绝。为了夺回权力，主角团与欺诈师展开了学生会选举战。为了在战斗中打得过对方，主角这边请来了高3的前学生会会长来帮忙。这个前会长的超能力是可以隐去存在感，所以前会长刚出场的时候就神不知鬼不觉跑来单挑最终大 boss 欺诈师，差点就逼得欺诈师使出了大招。但没想到能跟欺诈师5-5开的人还有2个，而且欺诈师还有绝招，要不是这2个人阻止，学校就差点被欺
欺诈师给彻底毁了。所以前学生会长见这些人不好对付，就选择重整旗鼓回来锻炼主角他们一起作战。后来在进入学生会选举战的时候，那真的是一波三折，展开讲那实在是太长了，而且故事中间有的全都是谎言，再加上西尾维新独有的话痨战术啊，就问这一版面的你怕不怕了？所以这里我就只讲主线，不讲细节了。总之，这一段故事的最后，这个欺诈师还是败给了女主，并且输得心服口服。女主也是将作恶多端的大反派欺诈师升为了学生会副会长。原来在对战过程中，女主发现了这个欺诈师并不是真的特别坏，欺诈师他们有很多次可以痛下杀手的机会，但他们都没有那么做。而真正的大 boss 实际是给欺诈师能力的另一个妹子安心院熏染，她其实是一个活了3兆年，拥有接近8000兆亿超能力，5000兆亿的过负荷，同时还操控着拥有7亿人的名为恶平等的组织。此前欺诈师与安心院接触过，并且男女主学校的玻璃瓶计划就是这个安心院一手操办的。正是因为欺诈师对安心院的计划非常的抵触，所以欺诈师做了看起来像坏蛋才会做的事情，并且欺诈师对安心院做了封印处理。而现如今趁着封印能力变弱，安心院带着不知火家族的人来到了男主他们的学校，突然成为了男女主他们学校的学生，并告知主角团他就是学校的创办者，也是筛选最强人类制造人人平等计划的幕后主使。但是他现如今并不打算在女主还在学校期间继续计划，不过等女主他们毕业了，安心院就会继续自己的玻璃瓶计划，研究超能力者。知道这些以后，主角团为了人类的未来，便开始筛选初中生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避免玻璃瓶计划被启动，避免未来朝着悲剧发展。但没想到筛选的5个接班人竟然混入了安心院恶平等组织的人，而且不止一个哦，是5个全都是。不过这5个人偏偏找到了欺诈师作为欺负对象，最终反被欺诈师训得服服帖帖。而女主就算知道这5个人是恶平等组织的人，她依然还是有意培养这5个人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女主他们以游戏的模式让5个接班人进行了对抗比赛。游戏的内容很复杂很有趣，但是以西尾维新的字数，我怕我仅仅讲完规则你就已经听晕了。言而总之，女主用游戏的模式调出了学校里很多隐藏的恶平等组织的人，并在游戏的过程中让5个接班人改邪归正，愿意帮助主角团的人。但是男主却跟女主突然反目，虽然一开始只是误会啊，但安心院借机跟男主单独聊天，说男女主反目是为了女主好，说男主的温柔只会束缚了女主的发展，安心院希望男主以打败女主为目的，而且安心院还蛊惑的说女主似乎更加喜欢自己的敌人。不过好在男主特别的喜欢女主，所以听完这些鬼话，男主当时就拍板要与女主为敌。于是男主义正言辞地走进了女子更衣室，在众多女子面前跟女主宣布，你太过正确是不对的。女主一听这话，哎呦，高兴地说，你终于要与我为敌了是吗？男主看女主这么高兴，就觉得女主心里面没有自己，连句挽留的话都没有，所以男主当时就沮丧的想要离开这里。然后此时女主一把拉住了男主，说，都跟我为敌了还想走？然后女主就把男主打成了这个死样子。而女主其实也是为了让男主变强，所以主动要与男主为敌，并对男主作为敌人一视同仁，下手绝对不手下留情。这时候男女主周边的小伙伴们也纷纷因为立场的不同，选择加入男主的阵营，帮男主对付女主。最搞的是欺诈师为了劝阻男女主两边别打了，自己带了5个接班人和会计妹子，又组建了一个劝说小队，三方混战，打得不亦乐乎。在此期间，男主还跟之前的腐蚀妹被安心院安排在一起进行了特训，而特训更是让男主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战胜女主黑神。随后就是体育季、文化季、学生会投票等环节，这些剧情都是找个理由打一场比赛之类的啊。总之，最终学生会选举的时候，女主不负众望，使得最终男主成为了学生会会长啊，就很逗。女主拉票的时候说自己是为了帮助陌生人而存在的，可全校没有一个人把女主当作陌生人。而安心院见自己搞的事情有了结果，心满意足的要自杀，最终安心院还是被女主阻止了下来。原来安心院纯粹是觉得女主太过完美了，守护住了学校，造成了不平等，所以故意搞事情来引发各种乱子，来达到事物的平衡。但在女主的劝说之下，这安心院终于脑子正常了一些，安心院的封印也逐渐的被欺诈师给解除。但故事到这里才到第16卷，在选举比赛的过程中，其实又来了一个新的角色，叫贺参欧。他其实是当初照顾过女主的一个博士的孩子，但是女主却承认不
博士是女主她杀死的，所以贺参想知道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来找女主的麻烦。现如今会长选举赛也已经结束了，女主也不再卖关子，告诉了贺参真相。原来女主作为黑神家的继承人，有7个婚约者，这7家都想吞并黑神家的家产，而贺参的父亲就是婚约者之一。此前跟黑神家有关的一个相亲组织举办了一场相亲比赛，贺参的父亲在比赛中打败了其他6大家族的人，但是贺参的父亲并没有娶了女主，而是把女主当女儿一样养大。结果贺参的父亲却因为之前与6大家族结仇，最终遭人暗杀，所以女主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就对外宣称自己杀害了贺参的父亲。巧的是，女主刚跟贺参讲完了真相没多久，相亲组织的人就找上门，要求女主参加第2次的相亲大会。因为之前的7个相亲者全死于非命，所以受黑神家的委托，女主又被安排继续相亲。不过这一次女主打算自己主宰命运，所以女主这一次也参加了相亲大会的比武之中。而安心月等人为了帮助女主，也跟着女主上了美国军舰，参与了相亲比武大会，并与其他6大家族打了起来。男主则作为学生会长，跟新的学生会成员维护着学校的秩序，暂时还不知道女主这发生了什么。结果女主他们离开了学校，很久都没有回来。男主在调查得知女主相亲的事以后，男主带着新学生会的成员也去了航母上找女主，结果一上船，男主就跟女主的婚约者们打了起来。哦，对了，顺带一提，女主的婚约者们其实都是女的，这搞得跟男主去相亲似的。总之，这又是展开了一场大战。不过在相亲大战的过程中，男主明确拒绝了腐蚀妹对自己的表白，而腐蚀妹最终也放弃纠缠男主，作为同伴与男主一起营救女主。而此时安心月被相亲者中的一个人突然封印在了卡牌里面，女主为了救安心月，不得不听从主办方的安排，跟着相亲者们一起行动。而相亲者主办方为了不让男主追到女主，甚至打算带着女主去月球。幸好男主他们来得及时，开着飞机撞了火箭，追上了女主，并且这一次重逢，男主明确表态，等这次事件结束之后，男主就要跟女主回去结婚。女主十分感动，所以当场就答应了男主。男主也感动的说，哎，这简直是死而无憾了呀。然后男主就被相亲主办方的人给扎穿了，甚至男主还被相亲者中的一个超能力者封印在了卡牌之中。这事儿直接就把女主给激怒了，为了救男主，女主当场与其他婚约者展开了最终大决战。最后在比赛中，女主险胜并得知了婚约的秘密。原来女主的亲爸当初娶了7个家族的女人为妻，对，没有错啊，就是跑来跟黑神相亲的这7大家族。而黑神的亲妈其实就是贺参加的啊，所以当初第1轮的相亲获胜者其实就是女主的舅舅。而当初的相亲会主办者为了不让黑神家势力在女主这一代断代，所以暗杀了这个女主的舅舅，好让相亲的事情能够继续下去啊。当然这个设定后面还会被推翻的啊，你们就这么一听别当一回事。总之相亲会彻底的结束了，男女主终于可以回到学校。但是这个时候除了女主、男主、齐大师和安心月以外，都没有人记得男主身边的那个理事长的孙女了，并且理事长的孙女此时还消失了。随后男女主找人深挖信息，才知道理事长这不知火一族其实就是黑神一族的影武者家族。理事长孙女就是作为女主的替代品，在学校里为了辅佐女主的成长才来的。如今女主婚约者都定了，所以理事长的孙女选择功成身退，彻底消失。但是女主不希望这样就跟熟人再也见不到面，于是带着男主等人去了不知火家族的村庄，寻找理事长的孙女。虽然中间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最后女主还是见到了理事长的孙女，并逼迫理事长的孙女说出了真情实感，想要跟男女主他们回学校。但理事长孙女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为啥不辞而别时，理事长的孙女就被不知火村庄封印的狮子木焰炎给打飞了。而像安心月这么厉害的人，在面对狮子木的时候直接就被撕碎了。好在安心月为主角团他们争取到了时间，让大家暂时逃离。虽然原来在学校里面的那些超能力者伙伴们也赶到了这里来帮主角团解围，但狮子木根本就打不死。最终理事长的孙女选择牺牲自己继续留在村子里面，这才让狮子木没有跑出村子继续找男女主的麻烦。而安心月消失以后，之前跟在安心月身后的替身男才作为替身前来帮助男女主，并告诉了主角团真相。
原来狮子木是5000年前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灵魂永生不灭，而不知火村中族人会不断的献祭一个族人的肉体，让狮子木附身，作为让狮子木不断延续下去的火种。因为狮子木这个怪物太过于强大，又过于任性，一旦发狂，可能人类都能给他玩灭绝了。而安心月5000年前就被狮子木打败过，所以安心月联合不知火一族的部分人员搞了新人类超能力者研究计划，就是为了筛选培养超能力者去打败这个狮子木。显然计划失败了，理事长孙女也回村子准备献祭身体，可女主偏不放弃，偏要去救理事长的孙女。不过此时从女主的表弟这里得知，女主的舅舅其实并没有死，而且似乎他有办法提高女主的战力，毕竟这个舅舅在照顾女主期间就一直在研究女主。于是女主为了得知舅舅的消息，回到了自己的本家，在任性的父亲的面前，女主也任性的说要主动继承家业，就算失去自由也要想办法知道鹤参舅舅的下落，好让自己变强，救出理事长孙女。而理事长孙女借着跟狮子木派的人说阻止女主变强的机会，也溜出了村，先一步与女主的舅舅见了面。但理事长孙女被这个舅舅一顿调戏，这才发现舅舅也不是什么好人。而男女主等人也是为了见舅舅各种过五关斩六将，反而阴差阳错的男女主先见到了被困的理事长孙女。正当主角团打算带理事长的孙女逃离舅舅的魔爪时，狮子木突然出现，把话都还没有说完的舅舅给打死了。其实女主的舅舅也没啥提高女主战力的办法，纯粹就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变态。不过通过了解家族体制的得知，女主自身本身就是超越普通人类的物种。经过跟狮子木突然的对战和假死的状态，女主走马灯的看到了死去的母亲，并且在与死去的母亲对话中，女主再次认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要爱着一切人类。随后女主从假死的状态中复活，继续跟狮子木对打。中间对打那也是一波三折，一会儿狮子木被打倒，然后狮子木附身到了理事长孙女的身体里，继续跟女主打。一会儿女主被打倒，但之前跟女主相亲的对象们跑出来帮女主争取时间，结果接着就是男主这个普通人又站出来跟狮子木继续打，而且偏偏就是男主这个普通人，因为其身心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反而让目中无人的狮子木陷入了苦战。正是因为男主跟理事长孙女的羁绊，最终男主成功唤醒了理事长孙女的意识，并将狮子木的力量打回到了狮子木的体内，使得恶的一面的狮子木彻底消散。最终理事长孙女也被救了回来，而女主也没有死，但女主顺道跑去毁掉了月球，没有跟其他胜利的主角团直接回学校。原来坑货的舅舅死了以后，利用遗言操控月球要撞击地球，不过好在女主最后在狮子木英雄残魂的鼓励之下，把月球给毁了。故事也终于演到了最后，女主灭掉月球以后还是安全的归来了，然后女主选择退学回黑神家继承家业，而男主因为还要当学生会长，没有选择跟女主一起退学。最后大家为了欢送女主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欢送会，物理上的那种轰轰烈烈啊。女主在把所有来欢送自己的人全给打趴下了之后，终于成功退学。1年后迎来了新的一批学生，而男主也升到了高2。作为学生会长的男主刚要致辞，女主就突然出现。原来女主作为新学院理事长，重新回到了学校对，没错，学校也是黑神家的家产之一，等于男女主的感情线并没有就此断掉。后来故事跳到了10年之后，阿九跟学长后来创办了玩具公司，年营收10亿，会计妹子已经当了母亲，不过不知道爸爸是谁，其他人就不细说了总之女主的姐姐依旧在搞玻璃瓶计划，训练培养超能力者。男主曾经的 CP 腐蚀妹去开了花店，理事长的孙女回村继承了家业，搞起了忍者村旅游计划。男主则混到了女主的公司职员 D 的一个职位。但这次回学校，在纪念安心月逝世10周年的机会，男主终于又与女主再次见了面，并且女主透露了她最近正在忙着如何再生月球。从女主口中得知，安心月似乎也没有死透，欺诈师则是去追星的，而男主最终和女主约定要再打一架，输的人就要和赢的人结婚虽然谁输谁赢都一样，但两个人没有放水的又打了起来。而全篇故事到这里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好了，综上就是最强会长黑神的原作大致完结的故事内容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如何呢？你还有啥看法与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也别忘了留言告诉我。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